Hello， 我是西西。对，我是克敏。我一口气报完那个新闻之后，我整个人就是这样，哇！我扶着在那个播音室，我就不能动了，就是那个气到这里，它就上不来了。之前我们经过，只要会有反面的一些surface area， 我走过，我就会这样照一下，完美，很可爱，好好。其实西西是很 inspiring 的一个女生，对。这样我也要问你们，敢不敢拿1个月无薪假来放松自己，然后可能就是重视自己的心理？敢不敢还是会不会？会不会跟敢不敢都可以回答，都可以。先回答敢不敢，再回答会不会。我敢，但有可能不会。呀，我看得出呀。因为我其实敢，我很想要去，就是长途旅行啊，去。可能 Europe countries 这些，对，这些都比较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我每次跟老板聊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说那至少要2个星期哦。2个星期就是要停工哦。他说到停工，我就会害怕。为什么 ？What is the fear？ 我不知道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爱忙碌的一个人。就现状为止的话，我觉得要去 Europe 旅行这个东西，我只能放在我的脑后，因为我坚信，我如果现在可以拼，我想要拼多几年。有没有一个号码？我想说近期的3年啦，就是到我40岁。OK，我想要可以拼我就拼。为什么我的感觉是？到了40岁 ，Nola， 一定我还可以多5年了。请不要讲出来 ，Nola 应该还可以到50吧 ？Don't say that, don't say that, don't say My that. feel 啦 ，my feel。哦，不要 expose 我，我会 feel 很 naked。但我们要有 short term goals。OK，short term goals， 我们要有 short term goals。OK，3 years， 3年。OK， 对，3年，然后我才会再次去重新整理我的思绪，想说，哎，是不是可以去 Europe 旅行？我的感觉是应该很难哎。但是我敢啦，我敢请假，只是会不会做是另外一回事。克敏呢？我也做过，我做的不是1个月，几个月，1年。我当时其实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已经不大能够再继续工作，就是那个阶段是在经历一个心理低潮期，然后当时我就有跟我老板谈嘛，他说因为媒体这个东西，我相信瑞恩你们都很了解，就是他说你现在在媒体，你刚刚那个时候拿了一个最受欢迎女 DJ 的奖，一乐大赏新加坡，然后他就说你刚刚拿了奖，然后你又就是开始有人气了，好不容易做了10多年，已经有你的那个 base， 然后你现在放弃，其实娱乐圈他们是很健忘的。我觉得他说中了我一点。我害怕人家忘记我。我们在做社交媒体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圈子，很容易被取代。然后，毕竟我这整个演艺生涯已经努力了很久，我想说努力到这个阶段，也不想要放掉它，所以就只能一直继续努力，然后一直不断的往上爬。所以当我一等一休息，人家就很快的就会超越我，所以我就不敢休息。一直背着背包，然后一直努力的想要，就是跟大家没有要超越大家，我只是想跟大家一起平起平坐，然后可以抵达我们的目标。其实以我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会做这样大的一个choice 或者 decision， 就停6年，停1年。为什么 ？Because the pain of staying the same is more than the pain of changing。因为我们人类都是很怕 change， 对变化。有时候我们停在那个 point 更辛苦呀，就是已经不健康了。对，谢谢你的这句话。我现在很需要这句话。我觉得我越听越想哭。没有这么那个，但是就我很需要这句话。我也拿一张。我不用擦一下。不过2位都很勇敢啊。
OK，我明天就去 Europe， 你还是很勇敢。我明天我就去 Europe。Europe 啊，真的啊，搭飞机去的。你不要跟我讲 Europe 的 cafe。因为像我们这样，应该也是上有上，听得懂吗？上有上，下有下，就是中间 sandwich 啦。因为我们也有上司，可能也有下属嘛，就是有很多 junior。就除了刚才我们很多说到跟老板的关系，其实跟下属呢，你们有没有一些怎么样平衡他们的关系？毕竟他们可能很多都是小过我们很多的，思想也不太一样。西西是怎样？对我的话，我上就是我老板啦，下的话就是我的助理。对，我跟我助理其实私底下也是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会去吃饭呐，然后也会闲聊。可是当我们在工作岗位的时候，他是很了解自己的，就是自己应该自己的分内的工作。如果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啊，还是做错事的话，我其实也会当面就是比较firm的会去讲他。我还是有把那个线画得很清楚啦。然后私底下吃饭的时候，朋友归朋友，但工作的时候，我怎么样说还是他的半个老板这样子。明白。说克敏，你有下属吗？其实 DJ 比较特别。在义工的那个 team 里面，我是有的，我是有队友的。然后我觉得更多的是我真的是会体会到他们的，比如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管是能力或者是创意方面的，就是需要，然后或者是对他们在做一些东西，比如说如果是做的不够尽善尽美的话，我自己也会觉得，是我可以调整什么，或者是我可以怎么样的更好的带他们，然后让每个人可以发挥专长。所以好像搞了半天，比较内耗的是我自己。先从自己先开始嘛，对不对？对，也是一个做法，我觉得。那你们觉得自己对公司还是对老板有像我们千禧一代有忠诚度吗？会不会比？因为有些人有时候他们就是辞职，对他们来说是比较轻松啊。我们好像就比较顾虑比较多。对，我觉得这也是要看本人啦。其实也不关说是 Gen Z 还是我们千禧年代，不关年龄。我觉得是要看就是工作的场合，就是还有老板，然后同事。比如说你当一名军人，你为什么会这么愿意去保家卫国？那是因为你知道你需要。就是保护这个国家，因为你爱的人也在这个国家里面，你必须要去冲前锋，使命感。对啊，那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在帮我们老板工作的时候，为的也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老板，我注重他，我想我可以为他死心塌地。所以我相信我助理为什么可以跟我这么久，也是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发现Gen Z 就是非常的勇敢，他们也很敢说，对不对？但他们的敢言。不是件坏事哦。其实我最近跟他们接触的很多嘛，因为我们有时做节目啊，还是拍戏啊，都会遇到他们。那我身边有一位算是我不错的一位朋友啦，因为我只能这样讲，因为我不知道 Gen Z 有没有把我当成朋友这样。有可能赌他，我就是no, she's not a fan, she's an auntie. 你真的 auntie。我很喜欢这位Gen Z 的，就是网红，他叫 Cadence。之前我们在拍电影的时候，我们去马来西亚嘛，然后我们的那个场景就是湿巴沙 ，OK， 然后我们在那边4天，然后我们比他先到1天 ，OK， 我们就去用那个厕所。那大家都知道，湿巴沙的厕所是一定环境比较恶劣一点点，但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因为这就是湿巴沙嘛，很多人在用嘛，可是隔天他来了之后，他就进去，他出来，他说 ，Babe, I cannot do this。Can I use the toilet？ 他就这样，太恶劣了。我说哈 ，But there's only one door。他讲 No, I need to go and talk to them。他就真的去那个 producer 那边，然后就跟他讲说 I need to go and find another toilet。他就真的自己去找了一间厕所，然后真的让他找到那栋楼里面6楼，因为它是一个地下室吃巴沙。6楼真的有一个很好、很干净、有空调的厕所，还真被他找到了。他就马上下来告诉全村人，然后我们就因为这样被他救了，就有一个比较舒服的厕所。对，后面的几天我们都比较快乐。我就发现，哇，换成是我们的话，我不能说因为我如果说，我不敢。
就是这么小的事情，对，然后就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我又不是影后。是，对不对？可是他没有这样想哦。我问他的时候，因为我好奇，他说没有吗？我只是为我自己争取嘛，因为我真的不能上。然后我觉得他这样子说没有错哎，反而是我们很多心理包袱，对，不必要的心理包袱，对，而且我怕人们想太家想多啦，对，怕人家想太多讲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就是耍大牌耍大牌啦？对啊，你知道吗？但他们就是没有。我有解决的方案啊！我去找了一个厕所，大家都可以用。对他来讲，就是这个厕所很难用，我就要找一个新厕所，关什么耍大牌什么事情。是他现在是我的偶像，对，真的。对，可爱哦，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非常非常勇敢的那个敢言的那个态度，是我其实还蛮欣赏的。哦，来了，忘记还有小友。我们来到将心比心环节，来宾们请拿出盒子里的卡片，并将卡片上的犀利问题向对应的主持人提问。主持人们请务必回答。又不是他们写的，来宾是我们哈，是的，是的。啊，我开心啊。Yes， 我问的是瑞恩。OK， 请问作为艺人，你会真的想要怎么样的老板？我觉得人多好的人。然后跟你的关系有多好，往往是会让你失望的。连公司或者老板 ，as long as it's human, it will let you down. There will be a disappointment. There will be a disappointment because they are human. 包括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都会让我们自己失望。当然啦，因为只要是人，因为我们情绪，对我们有情绪。我们在不完美、不同的那个时间点，其实我们想的东西跟想要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exactly. 或说出来的话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就他说的其实蛮正确的，是人的关系。但会不会这样子？你会发现你就没有身边没有你可靠的朋友吗？还是信任的人？我目前有很多可以信任的朋友，是圈外的朋友。我觉得有时候要跟哪一种人当朋友，你就是一样 ，you must start with yourself。对对。燕玲这个问题有一点残酷，残酷，对，有一点犀利，请说出对工作还有老板不满的怨言。天哪，这些人开始，哎，这个问题来都是要害死他。而且我不怕的，我可以讲5个小时的。因为你是 OK， 我是很典型的在 corporate 工作的人，因为我很坚持的，就是我在工作上，如果我跟我的上司没有办法沟通的话，我不能接受，因为我是那种，即使你是老板。也不是你全对，我也有我的想法跟坚持。我最近我觉得 complain 最多的就是我跟他说，我现在不是 multitasking， 我是 multi rushing。哇哦！因为每一个部门他们都跟我们有很多 crossover 的东西，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求我们做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也知道他们没办法，他要我们做很多东西，就是因为。就是需求啦，因为你是老者多能，能者多劳。no， 我每次说我是弱者，我是弱者。你听到这句会不会很火大？我不会，我就说我是弱者。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本事可以？所以他在一把鼻涕、一把泪水、愤怒的情况下，把工作给做完。对，我很相信一句话，它是我的座右铭哦。我从来不相信强者不会流眼泪哦。我是觉得真正的强者是一边流泪一边跑的。是。这是我的座右铭，咬一咬牙就过了。对。可是我们可能就先也要大概做一个结尾吧。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个 MRT 的声音可以做结尾。他不要再出来了。等一下。哎呀，不然人家以为我们没有做工。OK。第一个是就像西西的那个朋友，去争取自己的那个就是舒服，跟自己的 right 权益。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自私的，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我们 millennial 是可以跟 Jazzy 学的，对不对？我真的当下我自己有跟自己讲，我说 must be more like her， 我很 respect 他的那个 courage， 对，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害怕说 no，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就 everything OK， 太大的问题，太 wrong 了。因为当你 set 好自己的 boundary， 没有错哦，不是说不合理啦啊。像 CC 的那个，他会。跟他的老板去诉苦，跟 vent， 我觉得 OK， 这个可能要跟他学，就是要讲出来。很多东西其实有时候 vent 了，讲出来了过后会比较舒服一点，对，真的。
会舒服一点。当然，最重要一点，我真的觉得就是，不管你是跟的人不跟的人，有没有察觉到还是怎样，有一天你真的觉得需要帮助的话 ，ask for help。真的不要自己一个人，你不孤单的，你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孤单。不是举大白旗，先不要举这么大的白旗先。他挥舞，学要到了吗？所以真的是很希望，就是在看的观众，如果他们有一些启发，我相信讲到工作，很多人啊，可以讲到美国再回来啊，5个钟头，大家都有对工作上面一定会有真的，你们可以就是留言跟我们分享，没错，然后 follow 我们的 IG 跟 YouTube and leave comments， 对，就还好有你2，女友会陪你。陪你。